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就从这条S4高速公路边上的田园路一条小路一直从北向南骑行。现在骑行的这一段呢，从来没有来过但是我知道过了京都路呢，是有一段林荫小道，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今天就从营都路田园路这个路口开始我的骑行。今天呢是假期的尾巴，本来呢是打算开车出行的但是呢看了一看出行的地图路况，发现市里面一片红色虽然呢今天外地车是不限行的，是可以到市区里面去兜一圈的，但是一想到路上的堵车这种情景再加上呢最后一天，我相信大家都同样的心情，都想抓住这个节日尾巴到市里头呢去闲逛所以最后呢还是放弃了这样的念头。那么这样呢就有了时间让我独自出来骑行。虽然说呢我母亲家周边的这些我认为比较值得骑行的路段呢都给我骑了个遍现在呢我就找了一段没有骑过的这段路来骑一下。我的左手边这些树丛的外面呢就是 S4 一条高速公路但是这一段呢其实是不收费的，一直到了前面有个砖桥收费站才开始呢正式成为一条收费的高速公路。我呢今天也打算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南骑，看能够骑到哪里，也算是做一些小小的探索或者说是探险。看来这段路呢只能走路和骑车，前面呢都是拦住的不让车辆通行。怎么才能过马路呢？这边有人行道，还可以现在眼前的呢就是 S4 这条公路，往右侧向南的就是宁波方向的路口。我们来看看左手边这边呢这个路看来要重新修建因为前面的营都路呢以前是不能通的，现在呢准备有一个架高的工程，要抬高营都路上面的这个高架路，使得营都路呢就东西打通，一直可以去到前面的黄浦江那边呢，也在进行一个隧道的建设可以去到浦东。我说的这一段林荫小道呢就是这里。有一回呢我从老富民路就拐到了这个上面，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条路叫田园路因为这一圈呢都叫田园都市，是一个相对来讲以拆迁搬入的新居民为主的一个住宅的区域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品房和高阶的住宅。
在这条路上骑行呢，还是非常的惬意啊。今天的温度比较低，大概20来度啊，据说过几天有可能到10几度，从34、5度一直下降到10几度啊，跨度惊人。但是呢，按照以往啊，到了10月份呢，就该这样的天气了。今年呢，有时候热得要命，那现在的话呢，又急速的降温啊，温差变化很大，所以呢，让人有些无法适应。这条小道呢，树荫啊，这树冠完全已经遮蔽了这个小道的上空，使得有一种啊非常幽静的，像在一个树洞里面穿行的那种感觉。这个感觉非常好，非常适合骑行的一段路啊。但是我不知道这条路到底可以去向何方。这边呢是贵都路啊，我上次好像就从这边钻出来，骑到这条小路上啊。看来这个左手边呢是有汽车的道路。我呢继续顺着这条田园路啊，由北向南骑行。我的右手边呢，围墙里面都是一栋栋的独立的房子。这里呢是沪光路啊。这条道呢是专用的骑行道，没有汽车开进来打扰。而左手边的这条棕色的路呢，就是散步和跑步道。所以还是分得非常的清楚啊。看到前面呢，应该是一座小桥，看看能不能骑上去啊。上海的这些小桥啊，我骑过好几座，相对来讲呢，它这个坡比较缓，所以呢能够从容的骑上去啊。这边也可以在桥上观望一下，这个是田园路桥。在这边看看河景啊，也是一些大的独立的，算是 house 了。但后面呢也有那些集合的住宅。这条江呢还蛮宽，但是呢这个里面啊看来不是特别的干净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远处呢还有很多地方在起楼。好，我们下桥骑行。左侧啊，那边高架的路呢，就是 S4 高速公路。前面的是专心路啊，右侧呢应该就是万达这个商场的附近了啊。我们呢继续穿过这座桥往前骑行。看来这条田园路啊，比我想象的要长，而且呢，它就是一条骑行道。没想到啊，这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本来以为是一个高速公路边上的一条小道啊，但是呢，其实是一个适合骑行的林荫的道，非常优雅的一条道路。而且呢，也没怎么听到啊高速公路上面飞驰的汽车的轰鸣声。继续向前骑行。这边呢也是河道纵横啊，右手边呢又是一条小河。这里呢是向阳路啊。好，有路继续向前。今天呢，因为我是从家里直接出来，所以是使用的自己的小单车，感觉呢自己的小单车还是更加的顺手。可能呢已经适应了好多个月了啊，也不能说它的好还是不好，可能自己适应了就好吧。特地呢刚才出来前呢充了一下气啊，因为好多天没骑了，漏了一些气。其他感觉呢一切如旧啊。
这条道到了这边呢，就已经是一个汽车和骑行共用的道路了。但是呢，有围蔽的骑行道，感觉呢还是比较放心啊，比较安全。道路呢开阔了啊，但是两边的绿化呢还是依然非常漂亮，尤其是左侧和高速公路之间呢有一排树林，而右侧这边呢就是一条小河津、小河帮啊，河冲，遍植的杨柳树啊，感觉非常不错。因为毕竟还是秋天嘛，杨柳树呢还都是绿的啊，还没有掉树叶。我都没想到啊，这条田园路啊，一直可以骑到很远。继续向前，骑到这条路啊，没有到骑行为止。整条河冲呢，可以看得出来啊，还是进行了一些绿化和美化，尤其是遍植河畔的垂柳，绿色的柳枝呢，在风中啊微微的摇动，这种感觉啊，就像一排美人，有一种江南的韵味儿。这边呢已经到了沅江路啊，好像这条道是不是到头了呢？不知道啊。看来不得不顺势拐弯了，看看前面有没有路啊，再绕到对面去。在前面的红绿灯那边呢，或许是可以找到再走回田园路的路吧，试试看啊。骑着骑着呢，就来到了一片啊有待发展的区域。看上去呢，这边啊，除了孤零零的几栋房子之外，啥也没有。
我决定呢还是走都市路啊，由北向南的骑行。前方呢有一座明浦大桥啊，一直往前呢就是闵行渡口，对面呢就是奉贤啊，这边过去还有7公里左右啊，还有相当的路要走。中间呢会经过北桥镇。左侧呢应该是行车道啊，我看大家呢都是往现在我这条小道往前走，所以呢我也顺着大家的车流继续向前。骑到这边呢，我就想啊，干脆呢就骑到老闵行啊。以前的闵行的中心呢，就是我将要去的，大概在前方7公里开外，去回味一下啊，以前偏于一隅的闵行的老街。其实当年呢是一座工业小城市啊。看来呢，这边拐到了一条很小的马路啊，但是呢也很幽静，很漂亮。两边呢还有很多的梧桐树啊。这边呢叫北吴路啊，放鹤路。我知道有个放鹤路上面有一座大桥，可以去到浦东吧。
前方呢就是5号线的轻轨了。这边呢又到了沪闽公路啊。这里呢已经是北桥了啊。越是向闵行老街那边骑行呢，这个马路上看上去越是显得荒凉。但是这条沪闽路啊，到这边呢，依然保持了绿化啊，覆盖还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看来这条路直走呢，就可以去到闵行的轮渡码头。
前方呢就是剑川路啊，剑川路地铁站就在前面。这边呢就有轨道、铁道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剑川路的5号线地铁站。这里呢就到了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的附近了。看看这个天色啊，有种冬季的味道啊，色彩变得比较单一啊。左前方呢是东川路的地铁站。有一种来到了闵行福地的感觉啊！这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商业中心，正好在东川路地铁站的旁边。
看来这边呢也有一个居民小区。右侧呢是大润发啊，感觉好像给封住了，是不是又有什么管控了啊？现在呢，骑过了东川路啊，沿着这条叫石平路的小路继续向南骑行。再一次呢，拐到了沪闵路上，继续向黄浦江的方向骑行。应该呢，目的地啊就在前方了。
非常幽静的骑行道。左上方呢是江川路地铁站。这条呢就是江川路了啊。这个就是闵行的街头，很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十字路口啊。看来这条5号线的地铁啊，一直通到闵行的深处啊。有看到这边来摆卖一些旧货啊。还有不少的书在这边卖啊，从《10万个为什么》到《天龙八部》、福尔摩斯探案集啊，什么都有。干这个东西。哎，这副食蛮好的。侬搿副食卖几钿？搿副食卖几钿？600块。但是侬这个框侪坏脱了，要重新弄了。那屋里开店的哇，挂了海。开店没意思，就是讲假设好呢，挂了这个叫啥个沙发墙头上头，对伐？但是不晓得搿个人就是讲是不是有得名气。这个以后我小人出好，想给我送回去。不，搿个我还是要看一看，我就老紧老扯，最主要要去标老麻烦。在一个居民区的门前啊，看到了摆地摊的，都是卖一些旧书啊。其中我看到了一幅字啊，我觉得还可以，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功力啊。但是问了一下价钱，然后呢看了一下这个框的那个品相啊，就感觉应该是不值这个价啊，也就看看而已。最主要是搞不清楚啊，这是谁的字啊？如果说是一个名人的字，那还情有可原啊。如果说只是一个书法的业余爱好者写的字的话，那就相对来讲啊，这就不值这个价了。当然一看啊，这一位也是做生意的人，急着要做你的生意啊，希望你买了以后立马可以3轮车送货上门，感觉做生意有点猴急了啊。我只是到此一游，看一眼而已。现在呢，还是在沪闵路上啊骑行。
相信呢，这很快就是沪闵路的尽头了啊。这座高架的5号线，是不是也快到终点站了吧？这边呢，看到了一片绿地啊，我相信呢，这已经到了黄浦江的边上了吧。在这个绿地呢，稍微骑一段，看看这个江边的风光。我看这座桥呢，应该是奉贤的啊。明浦2桥，不了不不。有。你去马上蒙小鱼哦，小鱼哎呀没了那个好，哎呦我这回啊。对面呢，就应该是江岸啊，但是围着蓝色的围栏，想必呢也在进行一些美化的工程吧。所以呢，我相信是没有办法骑到江边去了啊。哦，这就是闵行的渡口了。渡口边上呢，就是一个公交站啊。闵行的渡口就在这里。按理说呢，单车应该也是可以过去的啊。这车子可以摆渡吧？车子可以摆渡对吧？啊，可以啊。谁呀？我就问了他一下，这个单车可不可以摆渡？他说可以啊。其实我刚才看到一个人，电动车也已经推着上去了。所以这边呢就是一个码头了。这条路呢叫浦江路啊，看来还都在维修当中啊。好，那我们就掉头吧。终于呢，也到闵行渡口来一游了。过去呢就叫西渡了。
算了啊，今天因为已经骑了好长的路了，我就不去乘坐那个轮渡了，下次再来体验吧。前面这座桥呢，就是上面走车，下面呢是走着地铁。看到有一辆地铁呢，正好缓缓驶过啊。明浦二桥，我的理解呢，应该是5号线啊，分出2条，一条呢到闵行开发区，一条呢就是穿过黄浦江啊，到对面的奉贤新城。这边呢，江岸还在大改造啊，我看到一些图片，应该是将来建成以后的模样吧。这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看看这座雄伟的大桥啊。在沪闵路到头的地方呢，用这座明浦二桥跨到了对岸，连接两岸的交通。前面呢，可以在江岸啊那边走一走啊。看到对面的老头老太都在玩着他们玩的游戏啊。中国海事的一个码头，这边呢就是明浦二桥。相信这条路呢是可以骑行的啊，我们正好可以骑行一段。这一段江岸不错呀。Hello， 狗狗。这里也有人在那里钓鱼，更多的呢是在那打牌啊。退休老工人无所事事，打发时间。这个平台不错啊，可以在这边吹吹风。观景，前面的又是一座桥啊，这就是黄浦江，在闵行啊最南面的这个地方经过啊。高耸的明浦二桥的桥墩，双层的桥梁，上面走车，下面呢走地铁。这边呢好像经过了一番修饰啊。哎，江边有一座高楼，虽然比较旧啊，景观一流。好，我们继续顺着江岸骑行。这边还有一个清水的小平台，休闲的广场，在这边遛狗、钓鱼、闲坐，很不错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公共洗手间啊，标准配置都有。哦，这里是在收网吗？收线啊，看来有渔获了。看到前面那种粉色的房子啊，就有老闵行的味道了。这个里面到底是放天的还是放钩子？放钩子。在这座简易的桥梁上啊，来看看黄浦江。这条应该叫横津啊，因为这个边上一条路叫横津西路。前方的这些房子呢，就有点像以前的工人新村啊，当然肯定经过了穿衣戴帽。再往前呢，就是一些新式的商品楼了啊，商品房。在这么一条幽静的河冲的边上，上了年纪人呢，可以经常在里面闲坐闲聊。可以啊，越好吃嘛，大概好推了。对，摇下来就比较小了嘛。那伊是两只地方可以翻下去。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搭长路可能不来塞，但搭个10几公里的时候应该没问题。比较小，那个地方弄得蛮灵的，那是当地人嘛，不是吧？那不是，那不是，我也是从新疆面进到搭过来，蛮灵蛮灵，搿地方现在越来越漂亮了。这每家重新弄过的。是呀，搿地方就是老闵行了呀，对吧？对对对对。嗨，大家好，我现在呢顺着沪闵路啊，从闵行的老街区呢往新庄的方向骑行。路上啊状况不断啊，不是说我人有什么状况，车也没事，但是这个摄像机呢确实让我吃了一些苦头。首先呢，它在闵行啊，我那边发现很美的江岸的风景的地方呢，可能因为前一个电池啊已经耗尽，所以呢就不知道在哪里就断了啊。等我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办法补救，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断在哪里。然后呢，我就换了一块新的电池，同时呢还换了一个备用的内存卡。谁知道呢，我刚才骑着呢就发现啊有点不对劲，因为我低头呢就没有看到那个红色的灯显示正在拍摄的状态啊，其实早就断了。然后呢，我又重新拍摄啊，又补录了一段，结果呢没过多久，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又自动的停止了拍摄。我就取下我的相机啊，最后呢才发现啊，它有一个显示错误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这张内存卡可能有问题。我就突然想起啊，确实我在众多的内存卡里头是有一张曾经出现过拍摄的视频出错这样的情况。结果今天呢，急急忙忙出门的时候就误拿了这一张内存卡，所以非常遗憾啊，刚刚呢有一些宝贵的镜头呢就没有拍到。但是呢也无所谓啊，就一个生活视频，没拍到，下次再来过就是了啊。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剑川路站啊，从江川路、东川路一直到剑川路，这是闵行老街到这边的第3个地铁站啊。趁着等红灯的时候呢，我们也打量一下这边的一个状况啊。
那剑川路站呢，应该离上海交大闵行校区很近啊，所以很多的学生呢都会在这边搭乘地铁。我都被这个相机搞得有点神经质了啊！刚才忍不住又取下来看了一眼，果然还在拍摄。因为我把刚才没有用完的另外一张内存卡呢换上以后啊，应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对面的一列地铁呢驶进了剑川路的地铁站。好，那我们呢就继续顺着富民路啊，这个路段呢有点那种工业地带的感觉啊，都在搞建设。路上呢车轮滚滚啊，比较嘈杂的地方。那我就在富民路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跟随，谢谢大家的观赏。请没有订阅的朋友呢订阅我的频道，因为我在上海的骑行呢还将持续，前方呢还有很多有趣的事物等着我们去发现，还有很多美好的风景呢想要分享给大家。同时呢也感谢大家一贯的支持，谢谢你们给我留言，对我的鼓励和提出的建议。那我们今天老闵行之旅呢就到此结束，再次呢感谢各位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